我们结婚快8年了，跟着他这么多年，我也没过上什么好日子，但我不怕过苦日子。可是他一次又一次触碰我的底线，每天都去彩票站买彩票，要不就没事在家里看那个手机上的走势图，想一夜暴富，想的现在都有点走火入魔了。他现在也不出去努力赚钱，改善家里的生活，对家庭现在也一点也不负责任。他总这样，我一点希望也看不到。要是换做别人，估计早就和他离了。分手这个词，现在看来用的太浅了。这意思就是离婚嘛，更严重一些。掌声请出这对夫妻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韩31岁，来自河北，医药销售；女嘉宾小王31岁，来自河北，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俩是在北京上班，一块上班认识的啊。完了回来，我们不是08年就结婚了吗？啊，结了婚之后没多久，他就迷恋上彩票了。买彩票？那我买彩票咋了？买彩票。我认为它是一种投资，买理财跟基金，它不都是投资吗？我这个买彩票跟它那个性质不一样吗？你根本都不是好好买彩票，他每个月他都花好几千去买彩票。那时候就是他下岗，我上班。就你现在呢？我现在那个工作1年多了。他一个月那时候就是买好几千的买。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？我那时候一个月收入也就是2000多块钱，不到3000块钱。那他那好几千的钱从哪儿来啊？有的时候就是他妈偷着给他，他妈还支持他买彩票呢。你买彩票，到现在为止你统计过花了多少钱吗？大概也都是5万多吧。中了多少啊？中了1万多。你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买彩票呢？我那跟朋友出去，朋友说那个走，咱们俩去彩票站，结果都去了。我就琢磨着，哎，买我们家那个车的那个车牌号吧。结果我们这车牌号真中了。那你后来再买彩票中过吗？中过几次，陆陆续续的。你这个营收你算过账吗？你不是说这是个理财吗？你5万块钱，你最后挣了多少钱？以小博大呀。你不挣了多少钱？5万是小，500万是大，博到了吗？没有博到。他买彩票都已经着魔了，整个一个就是神经病。你说你跟我去21家好好的，你说你在电梯里待半天干嘛呀你？我在电梯里我研究彩票呢，我找灵感呢。那有你那么找灵感的吗？咋没有啊？有上楼的，有下楼的，按哪个号我记哪个号。买完彩票回来了呢，你就把衣服给我扔了。衣服碍着什么事儿了？衣服扔那回事是，我穿着你给我买这身衣服，我那天早起我都走了，我打彩票去了，结果我在那打了1天，我1分钱我没中，他咋都没中呢？我都琢磨呗，琢磨，我都看着这身衣服，我都来气了，到家我都脱了扔了呗。我要穿这身衣服，我肯定能中。就他这样，你不管他吗？作为妻子，我管了呀，我管不了他。现在都主要是他因为这个跟你动过手吗？动过手，就因为他那个跟他妈去要钱去了，回来了，然后我知道了，他说他中了那钱，那彩票中了吗？那肯定的，我中了，那是5000呢，你都给我撕了。那我当时不知道吗？那你就动手打我吗？那我打你是不对，我冲动吗？我肯定我打你，5000块钱呢，少啊？至于的吗？那我不跟你道歉了吗？那后来你跟我玩啥消失啊？我凭啥不跟你玩消失啊？你第一次你敢动手打我，第二次是不是就敢跟我抡棍子了呀？我还在家等着打死我是吗？因为彩票他动手打你，对，是因为你撕了他的彩票，里面有中奖的，对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那次你说因为你买彩票，我就生气了，生气我就因为跟他生气嘛，就是生那种憋气，完了我就直接去上班去了，到班我就休克了。休克把我们班人都吓够呛，我们班人就把我送医院去了嘛。你知道这什么病吗？就是心脏病，纯属让你气出来的。我以前跟你结婚头，我有过心脏病吗？你说啊，我有过吗？那后来不你也在家休息了吗？全都是你气出来，你就想气死我是吧？我不也找了一份工作吗？我也学好了吗？现在他不在我跟前儿啊，他去外地上班去了。离我家就是有100多里地吧，他现在住他的哥家呢。等于夫妻2人过异地生活了，是吧？对，1个礼拜他就回来1次。那你还给家里交钱吗？每个月交那个基本工资给他。基本工资是多少啊？1500。其他的钱就？其他的钱我呢有应酬啥的，我也得留点呗。你1个月到底挣多少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这个不能告诉你，保密。行吧，那你这么告诉我们吧。这1500大概是你收入的多少？肯定不说。我换个问法问你，你每个月花多少钱买彩票？现在
我不是说多少钱，是工资比例的多大买彩票，告诉大家。这我还不说，我一说他都知道了，不是？他也会算。好，今天你是想来离婚的对吧？对，那你来今天是干嘛的？他说离婚，那我挽留婚姻来的。你是挽留的。那挽留婚姻，为什么自己的妻子都没有权利知道你挣多少钱呢？你拿什么挽留啊？好吧，咱们接着聊。后来又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大家。他就交我那点工资，整天总是说他在忙有多忙啊？再忙你就给我拿那点我在忙业务呗。那我毕竟我刚过去，那个你是忙业务吗？我查你好几次了，都跟那对不上。你用什么查？就是给他手机安装了一个360可以定位，就是那个是防止那个手机丢的那种。我就使那个我就给他安上了，安上我就发现他就是说好几次，就是说明明他就是去彩票站呐，或者干别的事儿啊，就是反正就是那些。那我在外头工作，你就给我安这个定位，那我觉得你忒不信任我了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家出去工作的。因为彩票，因为你总糊弄我。再说讲话，那些事儿我都有证据。你有啥证据啊？就是那些就是说定位的事儿啊什么的，还有那些就跟女的整用不着那些事儿。女的跟咱们先定位的事儿，咱们先放在一边啊。跟女的有什么事儿？他跟他蔡姐那是客户好呗。我那都有证据了，你还说是客户呢？你有啥证据啊？行吧，微信上我都给你照下来了。咱先看证据吧。我一会儿去做保养，完事儿了咱们出去放松放松。电话联系，今儿去单位吗？去老赵开会，开到几点？啊，这个说明什么？你带他去放松放松去，有什么好放松的呀？那放松不白天都忙吗？那晚上肯定有时间的。那现在坐着吃吃饭有啥呀？有一次他可回来了，礼拜6回来的，回来到家还没半个小时呢，就接到一个蔡姐的一个短信，嗖嗖就走了。我就发现他那个手机上那个，我当时不看见了吗？蔡姐说叫他回去呢。你知道那时候孩子还有病的呀？蔡姐有时候着急走，他家楼房新买的，装修正在装修呢，他没空看，他让我看一下就咋了？是蔡姐重要还是咱家重要啊？孩子还有病呢。再说我问你，孩子现在学习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你心全放在蔡姐身上，你根本都不关心这些事儿啊。那蔡姐是我的一个大客户，不是？我工作嘛，是吧？我也是为了这个家我出去的，我不能说给客户那个打的不满意了吧？你是给客户打的满意了，这家我估计你给打的散了。我现在在我们单位，我这销售第一，那全部都是人家蔡姐帮衬着的。我特好奇的问一句啊，你在你们单位销售第一，跟这个家有什么关系吗？我觉得你在全中国销售第一，跟这个家也没关系啊，因为你一个月不就给家里面1500块钱吗？钱呢？钱我得钱呢？忙业务啊，有的不是钱，你忙什么业务啊？你什么公司啊？你跟我们说说。医药我特好奇。医药啊，我开发一个店，他得搞活动，得我掏钱呗。医药代表自己掏钱。对，我承包了，因为那个地方。哦，你都做这么大了？哎呦，那你一个月不少挣啊！你挣的钱呢？钱我肯定。你不是你口口声声说为这个家，对不对？对。钱呢？钱。男人不管家，也不给家里钱。人家提出离婚，你还不离，为什么？钱我都忙事业了，不是钱的。忙什么事业？你不是还买彩票了吗？对呀，我现在这彩票啊，不像以前那么亲了。问他现在挣了多少钱一个月？你一个月挣了多少钱？这回你当大家面告诉我实话吧，这回。7000多。7000多，你就给我1500，那么多钱你都留着干嘛去啊？你究竟你是买彩票，你还是陪你蔡姐给你蔡姐花了这钱？我买彩票了。我不信，我就认为你就是给蔡姐花过1分钱。不，他一个月花5500买彩票啊。反正我是不信，我就认为他有一部分肯定是买彩票了，有一部分肯定也是给蔡姐花了，要不他就整用不着了。 5000我解释一下啊，我手里我得有点钱呗，我得存起来呗，不能都给他呗。为什么呀？她不是你老婆吗？她是我老婆，但是我在外头我事儿也多呀，对你男人可以有些零用啊，没人不让你有。可以有一些那个，我身上可以有一些那个钱吧，毕竟我现在是做销售的。可以啊，那不挺正常吗？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对他财务不透明呢？我一透明，他都跟我那啥，他都跟我闹。你是真想跟他离，还是拿这事儿吓唬吓唬他？我就真想跟他离了，根本就过不了这种人。以前是总买彩票，现在呀还跟那一个蔡姐，你说关系？我没跟蔡姐，你不能那么说，是吧？
你现在实际上面等于说，过去他买彩票这件事儿，你是能原谅和容忍的，对吧？他因为这个事儿打了你，你也是容忍的。我只能说，我为了孩子我去容忍。那你还是容忍了。你现在不能容忍，是你怀疑说你先生对你不忠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还想过是吧？过。好，我们现在假设啊，我们做最坏的假设，这个人就是还迷恋买彩票，这个人就是跟那个异性朋友，他们有一些不正当的关系，但是他保证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跟那些阿杂不堪的生活挥手说再见。你会考虑跟他再在一起吗？我得看他这事儿究竟说的是他真的能办到办不到啊。如果说他要能办到，我就肯定会跟他在一起。我明白了。还有一个大问题，当时你为什么嫁给他？当时就冲他对我特别好，完了我琢磨着吧，就对我挺好的，反正也都是老乡是吧？家也都跟前儿的，就结就结吧。孩子多大了？孩子8岁了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跟他关系好吗？小时候还跟他挺亲的，因为现在总也看不见他嘛。孩子现在他回来了吧？孩子就说，这偷着跟我说，这男的谁呀？他怎么总上咱家来呀？就这样了，你说说。那看来儿子跟父亲的关系还挺陌生啊。对。好了，应该怎么办啊？这段婚姻何去何从啊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说你吧。不挣钱的时候好逸恶劳，挣钱的时候颐指气使。你现在挣钱了，哪怕你1个月挣7000多，往家里交1500块，你想过以前你下岗的时候，老婆养你的时候吗？还口口声声说我是为了家里，这不是一个买不买彩票的事，也不是一个菜姐不菜姐的事，而是一个自私不自私的事。你现在脸上满满写自私，刚才我全场听下来，没有一句话是真的，也就偏偏你老婆。这件事情到最后，我相信你最后是可以说服你老婆的。我相信这个女人也是会为你心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个小孩嘛，她就被你攥在手里了嘛。以后你按照那7000块钱啊，我再多给1500，给她3000，照样在外面放风。你是打算要这样吗？你打算要这样一个男人吗？我不打算要。如果他告诉你他都能改，你相信他吗？我得看他实际行动。他实际行动，他多给1500块钱。实际行动是他给我1500块钱，但是如果说他以后吧，对，以后再多给你1500，你相信他吗？我得一点点查，找证据查，对吧？如果说要是查出来他确实真的都改了，什么都想变好。姑娘，你看你查的多，其实你挺傻的。你什么事情其实心里面都明白，你不明白你查他什么呢？你心里都明白，但就是希望找一个借口，找一个支持自己我是错了的理由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小孩不能带吗？凭什么呀？让他一次次骗你，等到你老了，他走了，丢下你跟孩子，比现在惨多少倍？跟着白眼狼有什么幸福可言？不管他穷的时候还是富的时候，都没你什么事儿，有什么幸福可言？我说之前啊，先解释一个事儿：彩票是怎么出来的？彩票其实是以一种抽签兑奖的方式来筹集一些资金，做什么呢？为国家的一些公众事业，像福利啊、像体育这种公众事业筹款的，它不是用于赌博的。但是偏偏这么正当的一件事呢，当他遇到心术不正的人，就会变味儿了。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妄图把一个很正当的事情变成一日暴富的一种方式了，可能吗？说你心术不正，还反映在你工作上。我们都知道你跟这个所谓的客户在有暧昧的关系，我也不相信你喜欢他，你图什么呀？你图的是他可能会给你带来的生意，还是钱？取之无道。即使你是销售第一，用这种方式换来的，你也不是什么好的销售。你现在在外头整天撒着谎，过着貌似很风光的日子，有你们这个家里什么关系吗？他要付出太多了，支撑这个家，带孩子，同时还要监督一个不称职的这个男人。我觉得他在你面前，老公这2个字根本不配。当他回到你身边，断绝那些所有的那些业务或者是朋友的往来，然后再断去他买彩票这种投机性的行为，
那会儿你再考验他一段时间。如果他真是说诚心忏悔的话，我倒觉得可以给他一次机会。但是千万别听他怎么说，天花乱坠的都没用，关键看他怎么做，给他一段考验的时间，好不好？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赵川问他说：“你收入是多少？”在那一刻，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一脸的皎洁。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啊？那我说了，他不都知道我多少钱了吗？足以证明他一直是存在着侥幸和投机的心理来面对生活和感情。买彩票是这样，说话是这样，以至于买彩票的时候会疯狂到，今天没有中彩票是因为这件衣服不行，要把它脱了扔掉。但是荒唐这些我东西都可以理解。我想问你一点的是，你在遥远的城市，你不思念你的孩子吗？你自己赚的7000块钱，你只掏1500放到家里，你没有想过他娘俩会过得怎么样吗？按道理来说，不说很有责任感的一个男人，但凡是心里有着这个家，就唯恐往家里放的钱不够多，怕他们娘俩这日子过得不好。可没见过谁掏个1500在家里不足工资的1/3，而且还不告诉对方我赚钱赚多少。我不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，所以你心里根本不担忧老婆孩子在家里过得怎么样。你既然那么不在乎他们，你们要挽回干什么？在乎他们。你哪一点体现出了你在乎？你别光嘴说，你只要但凡说出一条你在乎他们。那我寻思着这1500给他们还不够他们还。这1500就是在乎了。你除了扔了1500的抚养费之外，你跟离婚实质上不是一样的吗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7000多块钱一个月，1500交给家里，另外的5500，除了部分用于应酬、工作应酬之外，其他的钱花到哪去了？其他的钱我没花，我存了一部分。你存了一部分。我吃饭啥的我得花一部分。你为什么不存在老婆那儿呢？你一个大老爷们在另外一个城市，这见人影见不到，好歹家里有点存款，这娘俩能够安心一点吧？你还要说谎。其实你也是有你的问题的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事情到了如今，很显然他今天想回头的真诚是不够的，他到今天还在投机，甚至不愿意告诉你自己所有的收入。这样的男人显然是不可靠的。我都特别的疑惑，为什么你们坚持了7年，到今天才来闹离婚？其实你内心还不想离，你根本就不想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就以今天他这样的态度，在离婚这个事情上，如果你一再迟疑下去，他心里迟早还在想，能瞒你多久是多久，绝对不能让你知道所有。所以你一定要把他逼到绝路上，逼到墙角处，告诉他你真正的态度是什么。虽然一个人带孩子生活可能会比较艰难，但也总好过一个这样的陌生人，时常在你心目当中让你去担忧，让你去烦恼。你说呢？对，该离就离吧，该要的抚养费1分都不能少，就这样。面对你妻子的时候，你至少有一个坦诚的态度，不要再说谎了。你们自己考虑吧，时间留给你们，房间60秒。媳妇儿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听了3位老师的点评，我知道我差点把这个家整散了。我以后打彩票这个我慢慢的改，跟蔡姐那事儿，我不会跟她像以前似的跟她联系那么密切了。毕竟呢，她也是我的客户，请你也体谅体谅一下我。以后我也会多回家陪陪你跟孩子。钱的方面是，我给你2%，我留1/3。你自己想想，我跟你结婚这8年了，你说然后我因为你我就得了心脏病了，你说你这块还是卖药的，你问过我吗？问过我说，哎，心脏好点没呀？我去给你弄点药去吧。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些，也没有问过我说什么孩子最近怎么样啊，好没好啊，那个学习怎么样啊，孩子事儿你也没有关心过。
你说你，哎，我说什么好啊？好，时间到。两位老师啊，麻烦您把那个结婚证交给女同志，2本都交给她，好不好？结婚证让你妻子保管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。啊。我让你拿的这个是让你保管好，万一少一个离起来不也麻烦吗？保管好，至少这样婚姻主动权你还有一部分拿在手里。行了，2位都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吧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。生活要他们自己去走，日子是他们自己写就的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？请开门，请开门。喜欢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都会改，请你原谅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不是说不给你机会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后也肯定也会看你实际行动，知道吗？如果说家人真的改好了，我肯定会给好好我都改了，我答应你，我都改了。然后以后我看实际行动啊。行。幸福的理由，你感动的眼睛。来吧，面对镜头吧，不用那么愤慨，也不用那么愤然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只有一个建议，既然女人今天已经这么保护你，这么保护这个家了，你回家在私下的场合，麻烦你能把所有的真心话掏给你的妻子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哈，你出来你不见得马上都要跟他在一起，明白吗？看他的行动嘛。你们的生活你们自己写就，我们没有权利干涉你们的任何生活，我们提供的只是参考意见。我是大概有一个主是能做的。如果你下次决定离开这个节目，你通过观察，你觉得我决定不再离这个婚了，我欢迎你带着你的先生再到我们的现场，我给你们补一个订婚的仪式。如果你决定离了这个婚，其实大可不必再来了，好吗？好，谢谢老师。我要说的就是祝2位幸福，请回吧。